燕儿，你醒醒！爹，这个字怎么脱口而出的？我没有爹。醒了，吓死爹了！别动啊，快到你姨母家了。这不是我的手，不是我的身体。沈渊，18岁，制伞匠沈鹤年独女，父亲拒绝给恶霸钱万堂免费制伞，被人废了右手，妇女被逐出伞房。我重生了。渊儿，怎么不说话？头还疼吗？不疼。爹，你的手没事。怎么没事？我说没事就没事。吓着你了，爹不是冲你。放我下来吧，我能走。我知道你能走，但今天让爹背着。你小时候发烧，你娘走了没人管，也是爹这么背着你，跑了半个城找大夫。疼，爹疼。那时候你才这么点大，趴在背上一直喊疼。爹，现在不喊了，我闺女长大了。可是爹还想护着你，手废了就废了，腿还在，腿在就能把你背到安全的地方。月儿别怕，爹在呢。上辈子从没有人说过这句话，也没有人背过我，更没有人在雨里替我挡过一滴水。那从现在起，我就是沈渊。爹，你那只手以前能雕多细的画？一根伞骨上能刻12瓣不重样，对着光能透出影子来。你娘在的时候最喜欢那把伞，说举起来像头顶开了一束梅花。你的手刻不了了，那我来。沈家的伞，我来刻12瓣梅花，我学。好，左手教你。渊儿，冷不冷？梦里还在护着我。从前那个我，活得像一缕影子，没人记得，连个署名都留不住。可竟有人拼了命背我跑了一整夜，这份恩拿什么还都不够。这笔账我替沈渊记下了，而我会让沈家的伞名动天下。沈鹤年在不在？开门！渊儿别出去，再不开门我踹了啊！爹，坐着。嫣儿，这种小事不用你出面。哟，沈丫头，你爹呢？有事跟我说。跟你行，跟你说也一样。50两，你爹欠万福记的白纸黑字儿，今天还清。欠条哪来的？你爹在散方干了10年，预支的料钱、住的房钱、逢年过节借的银子，一笔一笔记着呢。钱老板心善，以前没催过，现在嘛，你爹既然不干了，账该清了吧？不干了，是被你们赶出来的。话不能这么说嘛，是你爹自己不识抬。让他免费做30把伞，不肯就废人家的手，这叫不识抬举。沈丫头，我把话撂这儿，你爹的手都废了，还能做什么？识相的跟我走，万福记给你口饭吃，总比饿死强。渊儿，爹，坐着。我说了，小事。你也别觉得委屈，钱老板说了，你要是肯去万福记帮忙，这50两可以。回去告诉钱万庞，50两，7天内我亲自送到他府上，一文不少。送到之后，沈家与万福记恩断义绝，再敢上门，下一根伞骨钉的不是纸。愣着干什么？路不认识了？那个握法，指尖搭在骨间，虎口扣住骨身，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。渊儿，什么时候学的这手？刚学的。像我。爹，3天，你教我做伞，我去挣这50两，够吗？3天够不够？做了才知道。行，从今天开始，先教你选竹，手腕抬高，刀走直线，持刀太深，浅1分。爹，伞面3层纸，光透过来有层次，对吧？对，棉纸打底，皮纸定型，外面刷桐油。如果我每层画不同的东西呢？底层远山，中间近树，外层飞鸟叠在一起透光看，是不是有前后的感觉？没人试过。那我试。爹，你看，我做了30年伞，没见过这样的。能卖钱吗？你拿出去，有人出10两我都不意外。那我上街了。等等，你打算怎么卖？不卖。不卖你上街干嘛？让人看，惦记久了才值钱。这话谁说的来着？你娘。我娘聪明，
我随他。你随你爹，那就都随。走了。哎，那伞面上的画是不是在动？哪儿呢？让我看看。乖乖，那鸟跟活的似的。姑娘，这伞哪儿买的？自己做的。多少钱？我要一把，我也要。姑娘，5两银子，卖吗？不卖。6两，不卖。你开个价。这把是样品，不出手。想买，等我开张。铺子在哪儿？叫什么名字？还没开，记住沈家就行。沈家？哪个沈家？就那个被万福记赶出来的，他闺女。被赶出来的做出这种伞，万福记的脸怕是要肿了。5两都没卖，样品不能卖，卖了没人记得了。那7天够挣50两吗？明天做第2把，后天做第3把，一把比一把好看。到时候不是我求人买，是人求着我卖。行，伞骨我给你备着，早点睡，明天还得赶工。你也早睡。知道了。我没出去，我一出去，他就会立刻抹掉眼泪，笑着说没事。我不能让他连难过的权利都没有。爹，昨晚的伞骨我看过了，削坏了几根，废料。没都坏，有一根我留下了。歪成那样，留着干什么？你看，直的伞骨投出来是死的，这根歪的影子是活的。爹，你这只手就算废了，可它废之前，最后削的这根，削出了你30年都没削出来的东西。那时我只当它是爹的一根废料，后来才懂，有些歪，是直的伞骨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。乐言，快开门！万福记的人在街上放话了，说7天之内谁敢买沈家的伞，他钱万堂就砸谁的铺子。渊儿，那伞你别卖了，惹不起他。渊儿，认了吧，这50两还不上的。是爹连累了你。 6天，一城的人都看过我的伞了。原来他们围上来看的根本不是伞。渊儿，你想干什么？渊儿，爹，我不卖伞了，我卖。我不能只是卖伞，我更是要卖一场戏。不行不行，不让摆摊儿。我不是摆摊，借场地做伞戏表演，能给你引客。没兴趣。走走走，伞戏没听过，你哪个班子的？不是班子，是用伞面做光影。姑娘，我这是茶楼，不是戏园，找别家吧。你是沈鹤年闺女吧？最近挺出名，不过我跟万福记有生意往来，你懂的，不方便。 3家了。站门口半天了，进不进？哟，你醒着？被你挡光了，能不醒吗？看什么？没见过生意差的茶楼？见过，没见过差成这样还开着的。那你见识少。那伞你做的？嗯，撑开看看。凭什么？凭我有场地。你被几家赶出来了？3家吧。这条街的茶楼，要么跟万福记有来往，要么胆小怕事。你再走下去，走到街尾也没人接你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我这地方还能更差吗？条件呢？场地不收钱，但得让这破地方坐满人。你这儿一天来几个人？今天算上你1个，所以坐满也不难，比0强就行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成交。明天我来布置，后天开场。随便，要是在门框上头自己拿，我一般午后才来。你当掌柜的午后才来？来早了也没人，不如多睡会儿。你叫什么？顾临川。顾临川，后天你早点来。为什么？来看你这破地方怎么坐满的。有意思。你来的挺早。你让我早来的，折腾什么呢？不紧。5把伞对着墙，这就是伞戏。等天黑你就知道了。观众呢？传了消息，今晚免费。
免费？往后就收茶钱了。真有东西看，没骗人吧？那丫头说今晚有散戏，不要钱，看看呗。开始了。那是断桥。哦，我活了50年，没见过这种东西。明天还演吗？明天还有，每晚换新故事。不过明天开始收茶钱，来天宇阁喝茶，散戏免费看。明天我把我家那口子也叫来。要站前排。听雨阁在哪儿来着？以前怎么没注意过？看什么？你刚才同时控5把伞，每把转的角度都不一样，还配节奏。练了多久？没练，第一次。骗人！信不信随你。谈正事吧，分成怎么算？你说。55，茶钱归你，打赏归我，场地算你出的，表演算我出的。行，这么痛快？今天一晚上来的人比我3个月加起来都多，55分我赚大了。我这个人对人没什么兴趣。但你手里能变出什么东西，我想一直看下去。明天见，顾掌柜。午后再来，太早不开门。你那破门本来就没锁过。随便你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收凳子了？闲着也是闲着。以前你连茶都懒得倒。以前没客人。有客人你也懒。那是对别人懒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字面意思。字面意思就是对我不懒。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？你平时嫌我话少。我什么时候？上次你说你怎么一下午不说话，我还以为后院没人了。我那是怕你中暑晕了。哦，关心我。关心我的场地不要出人命。行，你说什么都对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掌柜的，续茶。自己倒。每天这时候你都盯着门口看，等谁呢？没等谁，看天气。大晴天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话多，茶钱加1碗。今天不来了。昨天散面赶工没顾上来。哦，你生气了？谁生气了？你来不来关我什么事？那你怎么一大早就在？你不是午后才来？今天醒得早。昨天也醒得早。什么意思？那儿2个茶杯，一个是你的，一个是空的，摆在我平时坐的位置。你昨天给我泡了茶，我没来，你也没倒掉。凉了，忘倒了。顾凌川，干嘛？以后我要是不来，我让人捎个话。随便你，免得你茶白泡了。我说了是我，下次说一声。好，又刚好是温的，巧了，天天巧。你今天能不能少说2句？又检查排水沟。排水沟在后院，前面也得看看。这什么？多做了，倒掉浪费。你每次都多做。锅大，锅大还能把荷包蛋煎这么圆？那手滑。手滑煎出来的。你到底吃不吃？吃。这斗篷谁的？不知道，挂那碍事，你拿走。挂很久了。新的能挂很久。你拿不拿？不拿我扔了。拿。掌柜的，最好茶来1壶。墙上看，自己选。你这什么态度？先插隔壁左转。顾凌川，你那戒指坏了？没坏。那它怎么一会儿转一会儿不转？风吹的。屋里没风。你眼花。我眼睛好得很。我发现了，你对着别人，它从来不动。你观察我。你的手天天杵在柜台上，不用观察也看得见。所以它为什么只对着我转？你伞面画完了没？没完别在这闲逛。不想说就算了，反正我记住了。记住什么？它什么时候转，什么时候不转。叛徒！你怎么不进去？刚出来。骗人，袖子全湿了。风大。顾凌川，你站了多久？没多久。那你为什么？你今天晚了，我以为你不来了。我每天都来。我知道，但万一呢？进去吧。顾凌川，你耳朵红了。
爹，栀子花能出什么色？黄加明矾能定色。石青呢？磨细了能透光吗？你要干嘛？这几样混一起？我是个东西。白天看是一幅画，晚上点蜡烛从里面照，换另一幅。怎么换？正面栀子画日景，背面石青画夜景，中间夹矿粉隔开。白天从外透光看正面，晚上从内打光看背面。你试试。爹，点蜡烛。这白天一副，晚上一副。我叫它日光伞。你这脑子，我做30年伞都没想过。能卖多少？这种东西你开价，别人只能认。画变了！那月亮，那萤火虫，这怎么做到的？姑娘，这伞多少钱？10两。10两？刚才你看了半个时辰舍不得走，现在嫌贵。订一把。我要2把。我也要，能订牡丹的吗？3天7把，70两。你那55分成要不要改改？不改。你亏了。茶钱翻了4倍。沈姑娘，我从城东专程来的，还能订吗？能，排队。要等多久？7天。7天就7天，先付定金。7天下来，定金加尾款50两够了。爹，明天我去钱府还钱。我跟你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渊儿。爹，这钱是我挣的，我亲手还到他面前，让他看看被赶出来的人3天就能把钱摔回去。去吧，别吃亏。吃亏的不会是我。哟，沈丫头，想通了？想通了。1、2、3、50两。钱老板数数，一文不少。你哪来的钱？挣的。7天。你一个被赶出去的丫头！被赶出去7天50两。钱老板要是好奇怎么挣的，出门左转听雨阁，满城人排队买我的伞。老爷，那个日光伞确实最近城里都在传。闭嘴！从今往后，沈家与万福记恩断义绝。我爹的手是你废的，这笔账我记着，不跟你算不是算不起。你别再来找我们，下次可就不是还钱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。钱府在城西，你家在城东，怎么路过？绕路。听见了。隔着墙听不见，但看你出来的表情就知道了。什么表情？欠揍的表情。走吧，茶楼客满了，你再不回去，那帮人要把我柜台拆了。顾临川，谢了。谢什么？我就路过。谢你路过。爹，以后想买什么就买，不用省。爹不需要什么，你留着做本钱。那你明天去买点好的散苦材子吧，左手也得练，总不能让你闲着长蘑菇。他没说你的手废了别做了，他说的是你继续做。行，早点睡。跪下！7天，他7天就把钱还了。你呢？你做的那些伞，每把能卖10两。爹，我让你这制伞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你自己玩。听雨阁那块地，全城最好的位置。顾临川守这个破茶楼半死不活，早晚撑不下去。你要是嫁进顾家，那块地就是咱们的。爹，我不想。你不想什么？你以为我花银子请师傅教你做伞是为了你？你学伞是为了万福记的招牌，嫁进顾家是为了万福记的地。你是钱家的女儿，就得为钱家办事。明天带上你最好的伞去听雨阁。是，不差的，只是没人说过一句好看。我也想只是做伞而已。顾少东家，好久不见。钱小姐，新做了把伞，想请你品鉴。上次你说喜欢芍药，特意画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芍药？去年灯会，你多看了芍药灯2眼。那是因为那灯挡了我的路。看看嘛，手艺怎么样？还行。只是还行，哪里不好你说，我改。没什么不好，就是顾临川，桐油用完了，你那儿还有没？后院柜子里第2层。哦，你有客人？不算客人，钱小姐来送伞的。看完了，还行。刚才对着我一动不动，那个人一进门就转了。顾少东家，改天再来找你喝茶。随意。顾临川，你这桐油放了多久？都快凝了。那不是桐油，是我熬的糖。你在桐油柜子里放糖？顺手。你这人还行，
看都没多看一眼。小姐，老爷问您明天还去不去天宇阁？去。老爷说让您多跟顾少东家走。我说去了，出去。你不做伞了？做，但中秋快到了，灯会是最好的机会。所以你要卖灯笼？不只是灯笼，你过来帮我点个火。它在动。兔子在动。连续的画面转起来，就像在动。我叫它走马灯笼。灯会上万福记年年摆灯，都是老花样。今年我去，让他们的灯连个人看都没有。最好的位置年年是万福记的。那今年换人。要帮忙吗？你能帮什么？管事欠我3两茶钱，我拿位置抵债。做生意真一塌糊涂，所以我需要你把这破地方坐满嘛。就这，点火。那鱼是不是在游？嫦娥在跳舞，那月亮在升。这不可能！那这灯笼卖吗？卖，走马灯笼1盏2两，现场挑图，当场点亮。我要2盏，给我留锦鲤的。沈姑娘好本事，钱小姐也来的逛灯会。我来看看被逐出师门的人到底哪儿来的本事。这手艺，怕不是偷了别家的吧？从提笔到点亮不到3分钟。3分钟以后，还能是？钱小姐觉得是偷的，不如你也现场做一个，让大家看看万福记的真本事。怎么不做？万福记不是最大的伞法吗？这都不会？够了！我沈渊的手艺1笔1刀都是自己的，信不信？各位眼睛自己会看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，被骂完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那样12盏灯笼转起来的样子。今晚讲的是一个绣娘的故事，绣娘一针一线绣出满墙山河，最后把自己绣进了画里。谁？站住！谁呀？没谁，看完没走的客人。站好！全城人都看见了，你站在那儿一个字都答不上来，连个小丫头都比不过，你这么多年都学了什么？爹，拿不下顾家那块地，你这辈子别想出这个门。是，脑子里还是那个绣娘的影子，一针一线绣出满墙山河，最后把自己绣进了画里。那个绣娘是为自己绣的。你是做会动的伞的那个姐姐吗？是我，你找我？我想跟你学做伞。起来说话，叫什么？阿苗。谁家的？我爹把我卖给城都布庄了，我跑出来的。为什么卖你？他赌钱欠了债。我不想去布庄，我想学手艺，有手艺就不用靠别人。我看了你的伞戏，看了3遍，我也想做那样的东西。伸手。学过针线，在布庄缝了2个月帕子。行，留下，明天开始学，规矩1条，不许偷懒。真的？真的。去后院洗把脸，今天先帮我磨颜料。你谁？姐姐，我认识他，城南磨坊的阿莫，不会说话，他也想学做伞，在门口蹲了1上午了。你想学？为什么？削一根伞骨给我看，照这根的样子，越像越好。爹，怎么了？你看这个，谁削的？他第一次摸刀。这孩子的手天生吃这碗饭的，每一刀误差不超过1根发丝。姐姐，收我！你多大？8岁。8岁学什么做伞？我不学做伞，我跑腿。我叫小石头，全城没有我不认识的路。东街到西街3分钟，南门到三门一炷香。你爹娘呢？没有，我一个人住城隍庙后面，能照顾自己。姐姐，你收了我吧，不要工钱，管饭就行。收了吧，天天堵门口，吵得我睡不着。你本来就该醒着招呼客人。行，留下，规矩。不偷懒，什么都干。谁教你的？阿
苗姐说的。倒斜45度，顺着竹纹走，逆纹会劈。好难。不急，再来，看这条线，顺着它。这孩子，我教30年徒弟没见过这种手。哎，你那是砍柴呢？去把颜料碟子端过来。我也想削嘛。你的活是跑腿，别抢人家饭碗。哼！那些深夜独自练习的痕迹，都藏在这只越来越稳的手里。阿淼，老子知道你在这儿，出来！我爹，臭丫头跑了2个月，走，跟我回去。站住！你谁呀？让开，那是我闺女。进了我沈家门，就是我的孩子。她姓钱还是姓沈？老子亲生的，卖了就是卖了。你把亲闺女卖了抵赌债，现在又来抓人，你配当爹吗？你管得着？让开！我右手废了，左手还能护住人，你要带走他，你试试。我劝你别动，阿苗是我的徒弟，你卖他那张契多少钱？8两。我出10两买回来，拿了钱滚。以后阿苗跟我姓沈。10两就10两，别找我。谁要找你，滚远点。别怕了，没人能带走你了。师姑，往后这儿就是你家，去洗把脸。爹，手伸出来。不用，不疼。你左手茧子都裂了，还不疼？伸出来。别浪费药。你要是不让我上药，明天我就不让你教徒弟了。你这丫头什么时候学会威胁你爹了？跟你学的。你当年不也拿不给饭吃威胁我练刻刀吗？行，你上吧，轻点。爹，你左手比上个月稳多了。练的。我知道。姐姐你在想什么？你看这把伞，正面画了晴天，反面空白，浪费了。反面也画，撑着只能看一面啊。晴天看正面，下雨翻过来呢？翻过来就看另一面。对，晴撑一面，雨撑一面，一把伞2种心情。可是2面都画，颜料不会透过去吗？不会，我在中间加一层油蜡隔层就行。那试试。是。姐姐，这油蜡层太薄了，渗了。那再厚一点。太厚伞面会硬，撑不开。怎么了？爹，你以前做伞面的时候，怎么防止桐油渗透到里层的？桐油本来就是渗的，渗进去才能防水。你要不让它渗，我要让2面的颜料互不干扰，中间得有隔层，但不能太厚。试试蜂蜡混桐油，薄薄刷一层，蜂蜡凝了之后是一层膜，比纯油蜡硬，但比纸薄。蜂蜡混桐油，什么比例？你自己试。我当年调桐油配方，也是试了几10次才对的。几10次？手艺这东西，没有1次就成的。姐姐，还是吗？是。成了。渊儿，这东西我连想都没想过。试了5次才成。5次不多，我当年调桐油配方试了37次。你不是说几10次吗？37也是几十。爹，你这人能不能安静点？别睡了，有个大客人要来。多大？府城知府夫人，她身边嬷嬷刚来传话，明天亲自来看。府城到这儿30里，专程。专程。那明天我得把茶换好的。你终于有点掌柜样子了。我是怕知府夫人喝了我的茶砸你招牌。哪位是沈姑娘？我是。听说你的伞正反2面不同画，夫人请看，不错，画工细腻，当真2幅画，闻所未闻。夫人想定什么图样？我想要独一无二的，不是花鸟山水，是夫人自己的故事。什么意思？夫人若信得过我，跟我说一件事，您这辈子最想留住的画面是什么？20年前，我与老爷初见在渡口，那天下着小雨，他撑着一把破伞过来，问我要不要同行。那天您穿什么？青色裙子，头上簪了一朵白兰花，那么久了，还记得清清楚楚。老爷呢？书生袍，袖子沾了墨，伞破了个洞，雨漏进来他都不知道。那时候他还没中举，穷得叮当响。夫人，我给您做一把伞，正面是您年轻时的样子，青裙白兰，渡口烟雨；反面是那天的场景，破伞书生，雨中同行。这把伞不只是伞，是夫人的故事。
晴天看见自己最好的年华，雨天看见最想留住的那个人。做，多少钱你开价？工期10天，300两。300？行，定金150，做好了我亲自来取。10天后夫人来看成品，不满意分文不收。我信你，沈姑娘，你这双手仿后不会只留在这座小城的。300两，300两够买多少米？别滚了，地刚扫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迟早要走的。什么？知府夫人说的对，你不会只留在这儿。抬头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的伞铺还没开呢。走什么走？吃饭。放那儿吧，爹，我忙完再吃。你这样跟我当年有什么区别？爹，我当年也是这样，觉得手艺比什么都重要，拼了命做。结果呢？你以为我看着你这样不心疼？爹，我没事，就是你没事？你看看你的眼睛，3天没合眼了吧？伞没了可以再做，你要是把自己熬坏了，我拿什么赔？这个笑着说没事的男人，原来一直在忍。爹，吃饭，吃完再做。明天那个大单让阿苗帮你分担，你一个人扛不了所有的。小心！谢了，地砖松了也不修。顾凌川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天宇阁开了这么久，我从没见他上过2楼。2楼是最好的雅间，窗户对着主街，位置绝佳，但常年关着门，落满了灰。顾凌川，你为什么从来不上2楼？没必要，楼下够用。楼上雅间开了，能多赚1倍茶钱。不缺那点钱。你明明欠着债。你管得挺宽。我会帮你的，顾凌川。我问你个事，天宇阁传了几代了？3代，我爷爷开的。你爷爷是做什么的？做伞的。什么？顾家祖上是制伞世家，到我爹那辈不做了，改开茶楼。但我爹留了一样东西在楼上。什么东西？3古12世的图谱，顾家祖传的，失传了2代了。图谱锁在2楼柜子里。那你为什么不？我上不去。为什么？小时候从2楼摔下来过，摔断了腿，躺了3个月。从那之后上不去了，楼梯走到第3节就走不动，腿不听使唤。我知道图谱在上面，我知道那东西值多少，但我上不去。所以你守着这个茶楼不卖？卖了图谱就没了，那是我爹留给我的。你爹死了。我12岁那年，他死之前跟我说图谱在2楼等我去拿，他不知道我上不去。行了，说完了，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我不需要人可怜。谁可怜你了？我就是觉得2楼那个柜子锁好了吗？锁了，钥匙在柜台第3个抽屉。哦，你问这个干嘛？随便问问。姐姐，你干嘛？帮我看着门，有人来喊我一声。你要上楼？顾掌柜不是说楼上不让？我上去拿个东西，很快。你上去了？帮你拿的。怕不怕？怕什么？高，我不恐高。不是，怕我。这个永远懒散笃定的人，此刻像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孩子。我要是怕你，就不会每天来你这破茶楼了。那个，图谱的事，谢了。不用谢，你请我吃顿饭就行。吃什么？你不是天天多做饭吗？明天多做2个菜。我什么时候天天多做了？你那口锅是不是该换个小的了？不换。为什么？万一哪天你带阿苗他们一起来呢？得够吃。沈鸾，那个图谱你看了吗？3古12世，看懂了？每一世的骨架结构和刀法，看懂了。你要是想学，我可以把图谱借你。你不学？我又不做伞。你爹留给你的。我爹留给我是让我传下去的，传给谁不是传？
你那斗篷呢？忘带了，出门时没下雨。等着。你不是给我了吗？怎么又在你这儿？你上次落在这儿的。低头。干嘛？帮你系上，你自己系的每次都歪。我系的哪里歪？低头。好了。顾凌川，你手在抖。冷的。大夏天的。我体寒。你上次说你怕热。那是上次。你躲什么？没躲。你脸红了？没有，热的。你刚说你体寒。走了走了，下雨了，赶紧回去，别淋着。这是顾家祖上的东西，我帮你买回来了。不是我家的。你再看看。我说不是就不是。沈小姐，正好见面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别误会。顾少东家，站住！你看着，他什么时候对别人转过？从来没有，以后也不会。那他刚才……他自己贴上来的，我正要推开，你就走了。你可以不信，但你看这个，他不会骗人。你追出来了。你跑了。你从来不跑的。今天跑了。行了，回去吧，今天饭多做了，倒掉浪费。你那口锅，还是别换小的了。顾凌川，下次他再来，你自己推开，别等我看见。不会有下次了。你怎么保证？我把柜台搬到门口去，他进门我就往外跑。你这是什么办法？有用就行。姐姐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外面传你跟顾掌柜说是那种交易。谁传的？到处都在说，有人在念信，说是你写给顾掌柜的那种信。信什么样的？粉色纸，上面有字，好多人在抄。姐姐，那不是你写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不是。钱玉罗。沈姑娘，那个我家那口子说不合适，定金退了吧。我婆婆说这伞不能要了，传出去不好听。沈姑娘，你别怪我，实在是外面说的太难听了。他们怎么能信那种话？怎么办？谣言这东西，越解释越像真的。那就不解释。不是，得让他自己破。怎么破？我跟你划清界限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退合作观茶楼门，让他们觉得我们翻脸了，谣言没了根基，自己就散了。你要演戏？演多久？我去查那些信到底从哪儿来的，纸墨笔记总有痕迹，查到了就能翻盘。行，你信我？你追过我一次，那次够了。沈姑娘，这是咱们的分成契约，今天起作废。往后听雨阁的事跟你无关，你的事也跟听雨阁无关。真翻脸了！看来那些传言是真的，闹掰了吧？早说了嘛，哪有什么正经合作？不过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。我不需要谁替我遮风，我自己就是伞。吃吧。不管外面怎么样，家里的门永远开着。爹虽然帮不上什么忙，但这碗饭永远给你留着。沈姑娘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定金退你。姐姐，咱们还能撑住吗？能。可是客人都走了。会回来的。什么时候？等我让他们回来的时候。沈姑娘，我家夫人听说了外面的事儿，夫人说，要是你需要帮忙，她可以出面替你说几句话。知府夫人的面子，这城里没人敢不给。替我谢谢夫人。那我回去跟夫人说。不用了。姑娘，帮我谢谢夫人的好意，但这件事我自己解决。可是姑娘，外面那些话，夫人说只要她开口。嬷嬷，如果我靠别人的面子把谣言压下去，那往后每次有人嚼舌根，我都得找人撑腰。我不想那样，我的手艺是我自己的，
我的名声也得我自己挣回来。姑娘，你这性子，行，我回去跟夫人说。夫人要是问我你怎么样，我怎么答？就说我挺好的。过几天请夫人来看热闹。什么热闹？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姐姐，知府夫人要帮忙，你为什么不要？因为借来的伞不是自己的。走，帮我准备东西。准备什么？明天要用的。顾少东家，全城仅此一家。上月有人买走20张。谁买的？万福记的丫鬟认的。这事别跟任何人说。明白，明白。证据拿到了，但我不打算用，因为他说过，不需要谁替他放风，留着。万一他需要的时候，随时能拿出来。但如果他不需要，我就站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看着就好。10单退了8单，街上的人看见我绕着走，3天没有新客。姐姐，你一晚上没睡？睡了，刚醒。骗人，你眼睛都红了。阿苗，今天帮我去集市占个位置，最中间那个。占位置？干嘛？摆类。摆类？什么意思啊？不等客人找我了，我自己去找他们。姐姐，去吧，跑快点，好位置抢手。哎，伞不能塌。沈渊摆类，任何人出题，现场制伞，做不出来认输离城，永不回来。沈家丫头这是干嘛？摆类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随便出题，他现场做，做不出来就滚蛋呗。这胆子也太大了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审计摆类，有本事的来出题，做不出来他当场认输。做一把透光的，就你之前那种会动的，太简单了，换一个。做一把两面不同画的，那个他早就会了，不算。沈姑娘好大的阵仗，钱小姐来出题，既然你说随便出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做一把落入水中不湿的伞。落水不湿？那怎么可能？伞本来就是挡雨的，落水里还能不湿？这题也太刁了吧！行。谁有水缸？用我这个。干的，真是干的，一滴水都没有，这怎么做到的？轮到你了，随便做一把，让大家看看万福记的真本事。我今天没带工具，我的借你，随便做，什么都行。不是最大伞房吗？连做都不敢做，你倒是也来一个呀！够了，我沈渊的手艺是一笔一刀做出来的，不是谁的枕头上长出来的。往后再有人嚼舌根，欢迎来擂台见真章。爹，给你的这根骨，你都留着了？当然留着。这根是歪的，你怎么还坐进伞里？歪的也能撑伞，而且这根最结实。爹，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是因为里面有你削的骨。走了，回家，今晚爹给你做饭。行。哟，就一个小丫头在。你们干什么？钱老板让我们来拿点东西。这些竹料和桐油本来就是万福记的，现在拿回去天经地义。这是我师父的东西。小丫头让开，别耽误大人办事。不让，你们要拿走，从我这把伞上踏过去。撤了！站住！大白天的闯人家工坊，当我们这条街没人呢？要不要我去报官？怎么回事？他来拿材料，说是钱老板的天经地义，我没让他们拿。做得好。姐姐，我好怕，但我不能让他们拿走你的东西。你不怕，怕的人不会站在那里不动。从今天起，阿苗是审计2当家，阿莫是审计伞骨大师傅。你们今天守住了这个家，守得住家的人
才配当家。小石头，在。这个册子你拿着，里面是钱万堂这些年强买强卖、欺压同行的事，我跟城里10几家小作坊一家家核实过的，每一条都有人证。姐姐要我干嘛？你不是全城没有你不认识的路吗？今晚把这个册子内容抄10份，送到城里10家最大的茶楼。明天一早，全城人都该知道万福记这些年干了什么。包在我身上。听说了吗？万福记那个钱万堂，强买强卖这么多年了，还有这个逼着小作坊签死契，不给他供货就砸人家铺子。这种人还开什么散坊？张叔，沈姑娘，钱万堂这些年压着你的价收竹料，给的钱连成本都不够，对吧？何止我一家，城里做竹料的、做桐油的，哪家没被他欺负过？那从今天起不卖给他了，行不行？我倒是想，可他要是来闹，他闹不了了。这是城里12家小作坊联名签的契书，从今天起集体拒绝向万福记供货。你要是愿意加入，签个名字。你一家家跑的，跑了3天。沈姑娘，你这丫头，行，老子忍他够久了。物料呢？为什么买不到？都不肯卖，3倍也不行。放屁！我出5倍。说是签了联名契书。沈渊，阿莫，弄好了吗？他今晚会来。断了名声，断了供应，他只剩最后一条路，来硬的。阿莫布了3天的机关，今晚看他的。大家先撤，留几盏灯，装作没人在。什么东西？我眼睛！快跑！快！钱老板派来的吧？脸我全看清了。明天这些脸会贴满全城告示栏。你们回去问问钱万堂，是想体面收手，还是想让所有人看看万福记的真面目？阿莫，你是天才。签吧，钱老板，退出散业，万福记的招牌摘了，以后做什么生意都行，就是别碰散。你逼我？我没逼你，是你自己把路走绝了。废我爹的手逼我们父女上绝路的时候，你想过今天吗？签不签随你，不签的话，明天那5张脸贴满全城，后天官府的人就该上门了。钱老板，往后各走各路。姐姐，门口有把伞。姐姐，谁放的？不用管，收进铺子里吧。这草画的挺好看的。挺好看的。一把伞已经说完所有话。沈鸾，风头过了，来接人了。划清界限的时候挺干脆的。那是演的，你知道？我知道，但那几天退单的客人是真的，街上嚼舌根的人是真的，我一个人扛着是真的。你那张纸条写等我几天，我没等，我自己摆了泪，自己把谣言破了。我知道，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了？最后一排戴斗笠。那是你？你从头看到尾，那你为什么不出来？你不需要我出来。你自己就是伞，你说的。我站在那儿就是想看着，万一你需要，我就在。但你没需要。那你现在来干嘛？顾临川，跟我来。你干嘛？顾临川，你不用！别说话。我知道，这是他自己要走的。别，我自己来。我知道，你不需要人替你放风，但我想站在你旁边，哪怕站在最怕的地方，只要你在底下看着我，我就不会摔。心跳好快，你自己的才快。都怪你。怪我什么？怪你让我想上来。顾临川，你还怕吗？怕。那你为什么还上来？因为你在下面。现在你在上面了，那我哪儿都不怕了。你那戒指又在转了。不按住了？按不住了，以后也不打算按了。姐姐，你在哪儿？该吃饭了。
下去吧。你先走。为什么我先？你腿还在抖，我怕你摔了，我得背你。我没抖。你抖了？没有。你现在走2步给我看看。我扶你下去。不用。顾凌川，你上来的时候不让我帮，下去总得让我扶吧？行，谢了。不用谢，你请我吃顿饭就行。又吃饭？你不是天天多做吗？今天确实多做了。那走吧。姐姐，你们在楼上干嘛呢？看风景。就这儿，位置好，正对主街，人流量大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所以要布置啊。搬进去。我一个茶楼老板，为什么在给你当苦力？因为你闲着。我不闲，我要回去看店。你那店阿苗帮你看着呢。搬。使唤人使唤的理直气壮。你说什么？说你指挥的好。伞架放左边还是右边？你说呢？左边，靠窗，光线好，客人进来第一眼就能看见。这个柜子呢？对面墙放样品。这么沉，你就不能找阿莫来？他力气比我大。阿莫在赶伞骨，你搬不动。谁说搬不动了？还有什么？招牌，挂上去。你挂呗。我够不着，你比我高。让阿莫来。顾凌川，就3节，我扶着呢，摔不了。怕了？没有。那你手在抖。风大。屋里没风。你能不能别在这时候拆台？快挂，我扶着呢。就3阶，谁怕了？没怕。你头太硬了，别撞我。你才硬。姐姐，颜料。听雨不如听你。他有一次深夜在后院自言自语，说了一句我前世叫之意。他以为我睡着了，我没有睡。这2个字我记了很久，这2个字刻进我心里，也刻进木头里。姐姐，有客人找你。来了。顾少东家，这伞放着碍事，我收起来。别动啊！那是我的。您什么时候有伞啊？一直有。爹，你怎么没去铺子？去了，看了一圈就回来了。人太多，我在那儿碍事。你在哪儿都不碍事。行了，别贫，过来。这什么？你拿着看看。花了3个月，前2个月练鼓，最后1个月练刻花。爹，这是左手刻的。12瓣，瓣瓣不重样。你第一天问我的，我说一根伞骨上能刻12瓣梅花，对着光能透出影子来。你问我以后还能不能刻？你当时没回答。因为当时不能，现在能了，慢一点但能了。好看吗？好看，跟你说的一样，像头顶开了一束梅花。留给你，做进你最重要的那把伞里。爹，明天开业第2天，你站我旁边。我站旁边干啥？又帮不上忙。你就站着就行，让所有人知道沈记的伞是谁交出来的。行了行了，别煽情，明天还得早起。那你早点睡。知道了。我站这儿干啥？站着就行。丫头，你自己的名字就够了，干啥带上我？因为我所有的手艺都是你教的。你的右手废了，但你教会了我2只手。这块招牌上没有你的名字，它就不完整。行了，客人都来了，赶紧去。知道了。看见没？我闺女刻的。沈师傅，手还能做伞吗？能，慢一点，但能。姐姐，这伞怎么不卖？你看伞面，这是施工。那背上的是你。好看。姐姐，这里面有2根骨不太一样。你眼睛挺尖，一根是歪的，另一根特别直，为什么放一起？因为他们是一对，
伞柄上刻了花，你数数，12瓣是梅花，瓣瓣不重样。谁刻的？我爹，用左手。你都留着了？当然留着。我还以为那天你把伞给我之后，这根骨就跟着那把伞走了。你不是还给我了吗？那把伞我舍不得用，撑出去怕磕了碰了。放了半个月，想来想去，还是还给你。你做的东西，该在你最重要的伞里。所以我把它拆出来，做进了这把。歪的是你最难的，那天晚上削的，直的是你3个月后削的，2根都在。伞柄上的花，也是我刻的那个。你给我的那根骨，我做成了伞柄。爹，你那天晚上没有放弃，所以我也永远不会。伞柄上还有字，花的下面。此伞不遮雨，只记恩。行了，知道了。别让客人等着。沈渊，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带上。为什么？以后想知道他转不转，自己低头看你就行，不用再偷偷观察我。我什么时候偷偷观察你了？从第1天起，你以为我趴着就看不见？你量过我的手指？你握伞骨的时候量的。什么时候？不告诉你。他在转吗？没有。那是因为现在不用转了。为什么？人在旁边了，还转什么？往后的伞都归你画，往后的雨都归你陪我听。师公，你在看什么？没看什么。臭小子，连把伞都不会撑，让我女儿淋着半边肩膀。师公，我觉得师傅不冷。去把那把备用伞拿来。不用吧？拿来，万一那臭小子不会心疼人呢？师傅，我画歪了。歪了不怕，擦掉重来，慢一点。师傅，学会了以后我也能开铺子吗？当然能。可是我没有钱。你有手，念一遍。手艺是穷人最硬的骨头，学会了它，你永远不用低头。记住了就行。去把颜料碟子洗了。师公，我又削坏了。没事，歪的也有歪的用处。真的吗？镇店的伞里就有根歪骨，谁削的？谁？我。这只手花了3个月。3个月？慢一点没关系，到了就行。阿苗姐姐，我画的好丑。不丑，我当年比你还歪，从这儿起到这儿收。姐姐，你是怎么学会的？师傅教的，跟教你一样。阿莫师傅，府城开价，您真不考虑？让！石头哥回来啦！放假了，账本呢？姐姐，颜料买贵了，城南便宜3成。你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查我账。我是审计的账房先生，走不掉的。等我学成了，要把咱们的伞卖到全天下去。行，等你。姐夫，师傅说今晚吃火锅，你去买菜。知道了。师公说除料钱你还没给，记账上。阿苗姐说你的账记了3页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顾临川，顺便把我颜料带回来。上次你说帮我买的，到现在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说你好看。走了。又去买菜。顺便把那个竹料钱记账上了，岳父。谁是你岳父？叫师傅。师傅，去吧。看见没？找媳妇儿就得找我闺女这样的，手艺好，脾气大，但心是热的。伞都不带就出去，不是说了往后的雨都归你陪我听吗？走吧。这伞不完美，但稳当，就像我们每个人。师傅，为什么那根骨头歪了？因为那是我爹当年最困难的夜晚，用左手刻出来的，慢但有力量。不管路有多难，有你们在，就没走不完的路。人生不会完美无缺，哪怕是最坚硬的伞骨，也有弯曲和歪斜。但只要我们用心支撑，风雨再大，也无法将我们击倒。这把伞是我们的约定，也是我们永不放弃的誓言。